向前，向后一点，对，再钻个洞。这是珠钗，还是金子做的？难道我被蛇咬了之后，我就共享了与蛇的视角，还能指挥蛇帮我做事？要是能把这个金珠钗弄上来，我就要去吃饱饭了。3天没吃东西了，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挖到点吃的。这怎么有个洞啊？难道里面有田鼠？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开荤了。什么东西咬住了我？头部有黑红色到威胁花纹，这是钻地蛇！完了，这是有毒，我不会死在这了吧？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好像有了蛇的视野？这下面是蛇蛋。树根，难道是我被蛇咬了后与之共享了视野？而且我好像还能指挥它。向前，向后一点，对，再钻个洞。这是珠钗，还是金子做的？难道我被蛇咬了之后，我就共享了与蛇的视角？还能指挥蛇帮我做事，要是能把这个金珠钗弄上来，我就要去吃饱饭了。可是，通过这蛇的视角，这珠钗离我得有2-3米远，怎么弄的我的天啊！被蛇咬了之后，我居然还能隔空取物！是金的。赚钱去了。哎，哪来的乞丐？去！掌柜的，你怎么赶人啊？我是来当东西的。切，你一个小乞丐，能有什么东西当啊？哦，掌柜的，可以长个眼吧？哦，这簪子竟然是金子做的。从这金钗的做工上看呢，十分的细腻，像是大家小姐的佩戴。你一个乞丐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？总不能说是从地下搞出来的。哦，这个是我祖传的。要不是吃不起饭，我也不会拿出来当。哈哈，你这样的解释啊，就合理了。谁家呀还没个祖传的物件不是？来，请坐。小二，上壶茶，再来份点心。哎，好嘞。小兄弟，你这个东西准备当多少钱呢？掌柜的，你开个价吧。是金子无疑，但它毕竟不大，我呀最多给你出这个数，2两银子。掌柜的，你也太黑心了吧！我这是金子做的，你就给这点钱？我呀也是开典当行的，不是慈善机构。你若是今日当，我再给你加1两，怎么样？家里的老娘还等着吃饭，3两银子其实也不少了，相当于老百姓2年的收入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有钻地蛇的视野，我以后就不怕搞不到好东西。好，成交。爽快！娘，你看我买了什么回来？娘，你别吓我呀！你没事吧？我饿了。好，娘，我这就给你做饭，你等着啊，马上就好。来，娘，吃饭。来，慢点儿。来。这是哪来的鸡蛋啊？我今天去地里挖野菜，挖到一个金钗，去了当铺，
到了3两银子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赚钱，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。这是昨天发现蛇洞的地方，现在看看那条钻地蛇在干什么，然后指挥它帮我寻宝。喂，钻地蛇，别睡了！我去，这钻地蛇居然真能听懂我说话，那太好了！哎，钻地蛇，你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古董啥的，帮我找一找，我指挥你帮我寻找。往左，往下，这是九尊，肯定是个古董。隔空取物，这东西的工艺很讲究，就是不知道拿到典当铺能当多少钱。不行，那典当铺老板太黑了，还是去县上最大珍宝阁看卖多少钱。哇，这就是县城最大的珍宝买卖地了，珍宝阁啊，好多古董啊！我们这刚开门，还没开张呢，你这臭乞丐怎么就进来了啊？去，赶紧出去！伙计，进门是客，快去给这个小乞丐弄碗热粥喝喝，另外再取10文钱给他。是。这女掌柜的不错，怪不得生意能做这么大。掌柜的，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来这里是想让您给长长眼，看看这古董值多少钱。啊，这是鸾凤琉璃九尊，还真的是鸾凤琉璃九尊，这可是稀罕物件。掌柜的，好眼力！人不可貌相啊！虽然这小兄弟表面穿的邋遢，但是能有这东西的绝不是普通人。这老物件，小兄弟打算多少出？那要看掌柜的诚心了。伙计，上茶。哎，不用，直接说价钱吧。我只想要这个数，少了不出。500两啊！啊！这物件虽然稀罕，但其用途不过是个盛酒的东西而已，值不了500两的。你若是诚意买，我也不坑你，50两可以成交。50两？我原本打算要5两就足够了，没想到给这么多。这个钱足够我买2买房，让家里大变样了。我也不坑你，50两可以成交。那好，掌柜的爽快，那我也不墨迹了，50两成交。成交。哇，小兄弟等一下啊！掌柜的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小兄弟怎么称呼？天上天下一叶知秋，叶天。好名字。叶天兄弟，我是想说，日后你若是还有老物件或者什么其他的宝贝，譬如稀有的药材，都可以来我珍宝阁。因为我什么都可以收，价格嘛可以给到你满意。好的，掌柜，有好东西我会想让你的。娘，我回来了，好香啊！做什么好吃的了？当然是你最爱吃的烧饼，还有鸡蛋汤。哇！昨晚虽然当了3两银子，可是咱也得省着点花。快吃饭吧。还是娘做的好吃。别噎着，喝点鸡蛋汤。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么好的衣裳，你哪儿弄来的呀？还有呢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啊，哇，还有个惊喜，还有个惊喜，还有，啊，这是银子啊！是银子，足足50两呢。50两啊，这么多呀！你是哪儿弄来的呀？
儿呀，咱家虽然穷，可一定不能办那种鸡鸣狗盗之事啊！娘，你想什么呢？这银子是我卖古董赚的啊！今天早上我去地里转悠，就看到一个酒樽，我看着就像个古董，于是我去了县城里的珍宝阁，把它卖了。这银子就是这么得到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只要不是来历不明的就行。来吃饭。对了，娘，你说咱们现在有钱了，要不要去镇上买个宅院啊？50两足够了。哎呀，不买。哦，那要不要请个仆人给咱做饭什么的？哎呀，不请。为什么？那50两银子虽然很多，但是咱得留着给你娶媳妇儿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。我看咱们村里那个翠花姑娘就不错，屁股大，好生养。回头娘找媒人去给你说一下。别啊，娘，翠花200多斤呢，那也比娶不到媳妇儿强啊！知不知道咱们村子里头呀，好多人都找不到老婆，成光棍了。再说那50两银子做聘礼估计还不够呢。算了，我现在就去翠花家说一下这个事儿。娘，别！哎呀，我得去说去才是。娘，我不喜欢翠花，一想到翠花，不行，我还是去寻宝吧。大中午的，不知道钻地蛇在干嘛呢？小蛇蛇，我又来了，我还需要更值钱的东西，比如古董、字画、灵丹妙药什么的。我指挥你，你再帮我好好找一下呗。哎，对，往左，往右，往下。哎，这是地精。我天哪，这地下还真是宝物无数呀！那可不，这还是100年份的地精呢。什么情况？我好像听见蛇在说话了。别紧张，我不仅能说话，还能变成龙。啊！我去，这条蛇说什么呢？还能变成龙？是的，不过我需要很多宝贝才行。哦，那你都需要什么？九叶莲花、雷虎竹、灵竹果、虚空兰、龙渊草。我若能进化成龙，就能帮你找更多的宝贝，甚至还能助你成仙。太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这些东西，让你成龙的。不过现在我需要这个地精，把它拿去卖钱，需要补贴家用，隔空取物。哇，昨天在珍宝阁卖古董的时候，那女掌柜说什么她都收，不过她是收古董的，这个她应该不会收，还是去县里的灵药铺看看能卖多少钱吧。这应该就是灵药铺的掌柜吧？据说祖传18代都是做药材生意的，而且传闻鼻子特别灵敏，只要别人身上有和药材沾边的东西，就能瞬间嗅得到，也不知真假。怎么有股特殊药材的味道？而且是我灵药铺从未出现的药材味道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你身上怎么有股特殊药材的味道啊？老实说，你是来干什么的？你是来抓药的吗？你抓药，你身上怎么会有药材的味道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的是你身上的好东西，快拿出来让我长长眼。你身上的好东西，快拿出来让我长长眼。都传闻灵药铺掌柜嗅觉灵敏，比狗鼻子还要灵上100倍，只要别人身上有药材，就能立刻闻出来。看来果真是这样。哎，你说谁狗鼻子呢？你这男人真不会说话啊！不好意思，用词不当。行了，你身上肯定带珍贵药材了，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掌柜的，长眼。哎呀，这可是地精啊！而且从纹路上看，应该有100年份。掌柜的好眼力啊！你应该是来卖的吧？
我给你500两。100年份的地精竟然卖这么高的价格，成交。这是500两银票，你拿好，以后有这样的好货，统统卖给我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掌柜的，你这里是卖药材的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下，你知不知道9叶莲花这种东西？9叶莲花，我还真知道这东西。花生9叶莲，靠天地灵气滋润生长，500年生一叶，这可是天地间的好药材，能医治百病。那掌柜的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哎呀，当然知道，不过一般人拿不到。什么意思？9叶莲花，咱们县苍岭山顶上就有1棵，不过周围有凶兽守护，我曾派3拨人去采，都是有去无回你想要这个东西？等你采到9叶莲花，你卖给我，我给你1000两银子。掌柜的，我虽然想要，但是你派了3拨人都摘不到，我怎么可能摘得到嘛？走了，掌柜的。小石兽，能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的，天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9叶莲花，我已经有下落了，就在苍灵山的山顶上，咱们现在去摘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们在苍岭山顶汇合。天哥哥，这山顶上光秃秃的，什么也没有啊！我也没有闻到9叶莲花的气味啊！小蛇社，别着急，咱再好好找找，毕竟是天才地宝，肯定会藏得十分隐蔽。天哥哥，那我们分头找找吧。哎，小蛇社，你快来看，这个石板上面有朵莲花，而且是9片叶子。不过，怎么会是个石莲花呀？这个就是9叶莲花。这怎么是个石头啊？哇，这莲花居然披了一层石头皮啊！我勒个去，这么大个蜥蜴呀！虽然之前药铺掌柜说这9叶莲花附近有凶兽守护，没想到这凶兽这么大啊！哎呀，小石头怎么办？我肉搏不过呀！天哥哥别紧张，我唾液有毒，他只要吞进嘴里，必死无疑。厉害了，我的蛇！那可不，我可是有毒的，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和我建立精神联系啊？就是因为之前你掏我的洞，中了我的毒，然后你的身体还可以承受我的毒素，这才让咱俩产生了五感互通。是啊，这么说被你咬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天哥，这9叶莲花先让我吃了。我你妈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？居然命令小蛇把大蜥蜴给弄死了！大哥，我们在这待了8天8夜，就为了弄到这9叶莲花。我们干不过那个大蜥蜴，现在这个大蜥蜴死了，我们可以趁机动手，把9叶莲花给抢过来。对啊，那玩意儿雇主说了，值几千两银子，我们赶紧动手去抢吧。别动嘛，那男的倒是不足为惧，但那条蛇可是有毒的呀，就连蜥蜴都被他毒死了。万一咱们去抢，被毒死怎么办？大哥，我们人多呀，就算这条蛇再毒，也毒不死我们这么多人吧？也对，我们人多势众，兄弟们上！走走走，上！哎，天哥，这9叶莲花先让我吃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要集齐9叶莲花、雷火竹、灵珠果、虚空兰、龙渊草，你才能进化成龙吗？现在只找到了9叶莲花，你吃了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进化要一步一步的来才行。吃下这个东西，我能变强。那给你吧。小兄弟且慢。小兄弟，你手里面这朵9叶莲花
老子盯上很久了，乖乖的把它交给我，撵你不死。还有这条小蛇，挺通人性啊，能干死那么大的蜥蜴，把它也得交给我们。有你们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劫吗？你们既然说盯这个九叶莲花很久了，那你们怎么不在我来之前把这东西摘走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我们打不过那个蜥蜴呀，但是没想到被你的蛇弄死了。今天就把你手上的九叶莲花和小蛇交给我，不然就在这里把你做了，反正这边又没人知道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是要在这把我砍死？不错，毕竟我们也是受人之托来摘这朵九叶莲花。今天我们也不想见血，孰轻孰重，你应该懂的吧？我给你20息的时间考虑。小蛇蛇，这么多人，你能干得过吧？人数太多了，我的毒液分泌不了那么多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一个人也打不了这么多人啊！从他们的穿着来看，都是强盗啊，干的都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啊！别担心，九叶莲花快让我吞了，只要服下，我一进化就能干死这些人。真的？那你赶紧的张开嘴，我把东西喂你吃。哎他妈的！你把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！你怎么还……哎呀啊！救命啊！你怎么样了？老大，你怎么样啊，老大？快吃！兄弟们，给我弄死他！还有这条蛇，老子今天要吃蛇羹啊！天哥，我要进化了，你猜猜我能进化成什么呢？我哪知道你能进化成什么？你快点蜕变进化吧！再不进化，我要被这些人砍死了！呀！刚才这条小蛇就这么长，现在变得这么大！妈呀，快跑！这帮蛇吞人！我靠，你还是我认识的小蛇蛇吗？当然了，那你怎么还吃人啊？我吃的都是坏人啊，又不吃好人。再说了，坏人都该死，不要对坏人心存善念。我把他们都吃了，也没人知道他们死了。我赞同你的说法，坏人都该死。不过你现在这么大了，我这么小，我以后还怎么召唤你啊？不用召唤，我们可以形影不离的，我可以一直跟在你身边的。哦，我去，你这旧身体里了？是的呢，我现在刚吃饱，需要睡一觉。等睡醒了，咱们去找宝物啊。好，正好，我也该回家了。哎呀，老太太，这是包在我们身上，保准给您说个可心的孙媳妇儿。哎呦，这就是叶天，我的个娘啊！那是这什么情况？家里有喜事，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小天回来了，来，快坐下，让婶子们好好了解一下。啊，了解我？谁家姑娘什么意思啊？这没好说，就是踏实能干的小伙儿。儿啊，这都是来咱家给你说媒的。说的不行，给我说媒？对呀，我之前不是去翠花家给你说媒的事儿吗？那翠花姑娘那眼界你看这小伙子高得很，可真俊呐！说啊，要嫁就嫁状元郎，根本看不上你。哎呀，气得我呀！哎呀，这小伙子把你给我那50两银子拿出来，我直接在村口大吼一声，谁要是给你找到老婆，这50两银子就是谁的。然后啊，这10里8乡的媒婆呀，就都来咱家了，高兴不高兴啊？小伙笑起来也挺不错。老娘，我现在还不想找老婆，我想赚钱。我想赚钱，这可太有上进心了。赚钱和找老婆真是越看两不误。要不是我家50两都把我家的门槛踏破了，这要是把白天卖的500两的银票拿出来，这些媒婆看我的眼神，我这不得把我吃了呀！儿子，现在有几家姑娘，娘呀，感觉不错，你要不要去？娘，那个你们先聊着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！啊！什么情况？这小天怎么跑了？他可能是有点害羞。咱们聊着啊，等我呀有相中的，我就直接给拍板做主。那就成，那成呀！你们吃。我现在身上
还有500两的银票，足够买个大宅院了。我去，谁啊？真的没素质，乱扔香蕉皮！什么情况？这地面怎么会那么烫？的确很烫，难道这地底下有宝物？现在大白天的，人太多了，等晚上看看你这地下有什么东西。小蛇蛇，出来吧！天哥，怎么了？人家才刚睡醒啊！这地面热得发烫，估计有宝物。你下去帮我瞧瞧呗。好。居然有个玉佩，从纹路来看是有龙凤呈祥，看来就是这个了。小蛇蛇，别往下打洞了，地面发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玉佩。天哥，热浪不是这玉佩散发出来的，我感觉地下还有东西，容我再往下探探。这居然是个竹子，不对，周围还散发着热浪，看来地面发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。这是雷火竹，天哥，咱们运气太好了，竟然能发现这个东西，我现在就吞下，还能再次进化。这就是雷火竹啊！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好，那你快吞下，我倒是想看看你吞下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这是叫这什么呢？鳞片还散发着光芒，个头也大了不少，但好像还是个蟒蛇，可是又看着头部又不太像。天哥，我现在不是蟒，而是燃，七彩燃。我去，原来你变成森然了呀！是的，天哥，我现在从地下要出来了。哎，别，你现在个头太大了，你现在出来能把整条街给击垮。你啊，还是好好待在我身体里吧。好的，天哥。天哥，我发现跟你跟对了呀，你简直是上天赐给我的。咱们啊是互相成就，你啊就在我身体里好好休息，我去把玉佩取出来。隔空取物。哇，看着还真像是个古董。去看看珍宝阁能卖出什么价钱。关门了吗？要不明天再来？不行，这玉佩有龙凤呈祥，绝对是好东西。还是把掌柜叫醒吧。掌柜的，快醒醒！掌柜的，在不在？来生意了！掌柜的，谁啊？大晚上的不睡觉，敲人的家门。原来是叶天小弟弟。这么晚了，你不睡觉，敲人家的家门干嘛？哦，掌柜的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主要是我这有好东西，想让你帮我长长眼。有什么好东西？明天不能来我店里吗？非得今天晚上来？是的。那你进来吧。要是东西一般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快把东西掏出来吧，我还要睡觉呢。掌柜的，给长眼。这是龙凤呈祥、凤凰遨游、九凤盘龙佩。原来这玉佩叫这么好听的名字啊！既然掌柜的识货，那
我没有白叫醒你吧？叫醒叫得好，这是好东西。既然掌柜的都这么说了，那不知愿意多少钱收他？这玉佩我收不了。收不了？这珍宝阁可是县城里最大的铺子，你之前不是还说过，什么好东西都给你送过来？现在好东西到你面前了，怎么还不收了呢？叶天兄弟，是你多想了，实则是这玉佩的价值太高，我珍宝阁给不起价格呀。这玉佩这么值钱啊？行，没事儿，这玉佩我给掌柜的少算你银钱。叶天小兄弟，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这玉佩我珍宝阁吃不下，懂吗？不懂。你想一想，什么样式的玉佩能以龙凤图案锻造呢？普天之下只有皇上了。普天之下只有皇上了。不错，皇上的物件可不敢收。看来这玉佩是皇上的，要是这样，可是要杀头的呀。不，这玉佩是在地下50米处发现的，皇上就算丢东西，也不可能丢到地下50米处吧？掌柜的，你刚才的话有点耐人寻味了。这玉佩其实是我祖上传下来的。我可没说这玉佩是当今皇上的，所以你不用这么激动。啊，那掌柜的意思是？以我多年玩古董的经验，这玉佩是大清王朝的皇上大婚时佩戴的，所以这东西价值连城。想买下它，不仅得有财力，还得有实力和地位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，将这玉佩拿到天才地宝拍卖行进行拍卖。拍卖？对，只有进行拍卖，才能卖出理想的价格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拍卖场。哎，你这小男人怎么这么急性子？天才地宝拍卖场是达官贵人的场所，你这种生人没人引进，连大门都进不去。而且就算你进去了，拍卖场也不一定会对一个玉佩进行竞拍。毕竟拍卖场采取的是私人竞拍制度，只有经过他们认可的商贾附身，才能获得商品的竞拍权。所以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懂了，那咋办？我帮你引进，我可是拍卖场的贵客。不过玉佩竞拍成功后，我要收取成交价的30%佣金。30%？那就是说1000两银子，你要抽走300两？对。我去，你这太黑了吧！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那你就离开好了。不过我敢保证，不去拍卖，你这玉佩卖不出去。唉，好吧。那你先可以走了，玉佩先放在我这儿，5日后等着竞拍。好。掌柜的，你这买卖可太难做了吧？那灵珠果周围有怪物守着呢，我们去了20多号人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回来了。灵珠果，这不正是小蛇蛇要今晚需要的东西吗？你们事情都没有办成，回来找我干什么？剩下的银子给我们兄弟结了吧，我们想从此收手，不再干这买卖了。哼，事情都没有办成，我支付给你们定金，我都不要了。你们还有脸找我要剩下的定金钱？滚出去！掌柜的，你这话说的太不地道了吧？之前说好的，我得到那灵珠果，再支付你们剩下的定钱，这是行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2个再去试试，但是你得加钱。如果我们得到灵珠果，你得出双倍的钱，至少让我们对死去的兄弟得有个交代吧。没问题。
老二，走。大哥，刚才干嘛还要跟那个掌柜客气？他不给钱，直接抢他不就行了？你懂什么？那珍宝阁掌柜的明面上是商人，实际上关系可硬着呢。咱要是给他抢了，哼，今晚这城门咱都出不去。走。哎，老二，要不你往前，你当个诱饵，先给他引出来，到时候我在后面偷袭他。大哥，那么多弟兄进洞里都没有出来，我去当诱饵，要不这买卖咱不做了吧？那怎么行？这买卖不做，咱死去的兄弟怎么办？咱必须得拼一把。这样，那东西让咱们消耗了那么多东西，说不准啊，现在吃饱了，正睡着呢。走。言之有理，咱们一起进去。要是那东西在睡觉，我就捅死他；要是他没有睡觉，咱们掉头就跑。行，走，进去。原来那灵珠果就在这洞里面啊！不过从他们刚才的议论上来看，里面应该有怪物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怪物。别吃我！别吃我！别吃我！怎么没声音了？难道是被里面的怪物吃掉了？这洞里到底有什么呀？不行，怎么着？我得进去看看。小蛇蛇，你现在是森然了，灵珠果也寻到了下落。洞里要是有东西，你记得随时出来帮助我。没问题，天哥。这洞里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，除了长了几根藤蔓。哎，小蛇蛇，这树上这个就是灵珠果吗？是灵珠果，天哥，快想办法弄过来。好。这是什么？我去，好大的蜈蚣！尔等蝼蚁竟企图偷盗圣果，给我死！我去，这蜈蚣居然会说话！一只小小的守护兽也敢在我面前嘚瑟，给我死！这是死了吗？是的，天哥，被我给勒死了。唉。这是蜈蚣的内丹。这只蜈蚣修炼成精了，天哥，那是他的内丹，你快服下，对你的身体有着超级好处。这什么味道啊？这太臭了吧！天哥要是不乐意吃，给我吃。别啊，这个对我很有好处啊，我还是吃了吧。吃了它之后，感觉力气大了不少。服下那蜈蚣内丹后，我居然变得力大无穷。现在体会到好处了吧？你服下蜈蚣内丹后，将会变得力大无穷，还有避毒效果。还能避毒？是的，蜈蚣本就是五毒之一，其体内有百毒不侵的效果，所以天哥服了其内丹也能百毒不侵。我去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小蛇蛇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福音！我现在就去把灵珠果弄过来。快吃吧，我现在很期待你能进化成什么。我也很期待。我
我要进化了，灵珠果的力量在我身体里进行了改造。这是长出了龙角，而且身体大好几倍。天哥，我这是蛟龙角，我现在是一只蛟，等我身上长出龙鳞、龙爪，才算是进化成龙了。等我成龙了，天哥，我带你翱翔9天。天哥，我刚进化，寻宝的嗅觉也变得更加灵敏，我嗅到了这附近还有宝物，而且是很稀有的宝物。很稀有的宝物。好，我去寻找。这是人参，你说的珍贵宝物，不会就是这人参吧？是的，天哥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对于人类来说是稀有物品。哦，人参确实是很值钱，不过也不算是珍贵吧，毕竟达官贵人和皇室宗族都是用钱买得到的。这是千年人参，花钱能买得到吗？什么？千年人参？那确实很珍贵啊！要是卖出去，应该就衣食无忧了。我去，这人参竟然会飞！既然是千年人参，那肯定是有灵性的，所以天哥不要惊讶，快去追呀，别被他跑走了。好。我去，这人参身手挺敏捷呀，居然能躲过我的抓捕。终于抓到你了，这种好东西一面试，估计有钱的达官贵族都得想破头。唉，卖千年人参去喽！救命啊！我怎么听着有人在喊救命？这声音怎么像老娘的声音呀？救命啊！是我娘在喊救命！救命啊！娘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是天儿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娘，你先别管我为什么在这儿了。你这怎么了？怎么一个人在山上？你能挣钱了，我啊就想着给你表姐姐送点吃的和银钱，把人情还了。毕竟啊，她以前没少接济咱们。从这翻过山，确实到表姐家，可你走的这是小路呀。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这是牙洞。娘，你被毒蛇咬了？好像娘不是被蛇咬了，是我刚刚走到这儿的时候，被一个蜘蛛咬了一下，而且那个蜘蛛长着人的脸。人脸？娘，人脸的蜘蛛有这种东西吗？那怎么办？有没有解药？是人面毒蛛，体内有剧毒，就连我沾上毒素都得掉层皮。人面毒蛛怎么会这样？有没有解药啊？只有吃了那千年人参，那东西有解百毒、治百病的效果，就是可惜吃了后天哥就不能卖钱了呀。只要我娘没事就好，这时候还谈什么钱？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吃了灵珠果，进化后需要好好休息，若不是危急事情，千万不要叫醒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娘。天儿啊，我怎么突然间感觉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这气色也好了。娘，是您吉人自有天相。娘，是您吉人自有天相。走，娘，我们回家。可是
我还要去你表姐姐家呀。表姐家我来去，你先跟我回家。娘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去给表姐送东西，我去就行了。那也行吧，但要切记，你表姐姐的那个男人是个混蛋，他经常打骂你表姐姐，而且他还不知道你表姐姐经常偷偷的接济咱们。你去送粮啊，一定不要说漏了，免得啊弄得难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个败家女，谁不知道叶天家是穷光蛋，背着我偷偷给他们送粮食，害得我只能吃糠和稀的。还好被我发现了，要不然不知道你还要接济到他们什么时候。当家的，我也知道咱家条件一般，可是叶天家比咱家更穷，我只是把你不吃的剩饭剩菜偷偷送给了他们，你也没必要生这么大的火气吧。而且我都跪了3天2夜了，你也该消消火了。妈的，还敢跟我顶嘴是吧？我的东西就算是送狗也不能送给穷逼。可是叶天家以前也帮过咱家不少啊。他妈的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好久没有见表姐了，待会儿把这个米、面、鸡蛋给她，见她之后再给她银两，她一定会高兴的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听着表姐好像是在挨打？我去你妈的！敢打我表姐！他妈的谁啊？敢管我们家的事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个穷逼废物！叶天，你胆子肥了，居然敢打我！我去你的！敢打我表姐！他妈的还敢打我！要的就是你！让你不打我表姐啊！别打了，打得我好疼啊！赶紧跪下！啥？跪下？叶天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男人跪天跪父母，凭什么给你跪下？不跪是吧？那我打到你跪！跪不跪？跪不跪？跪不跪？别打了！跪不跪？别打了！跪不跪？我跪还不行吗？这小子咋这么能打？姐，没事吧？小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娘让我送点吃的。之前娘跟我说过，这混蛋经常打你。一开始我还不信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姐，你怎么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？他打你，你就该还手啊！我哪敢啊！他吃的跟头牛一样，而且我一个女人家的，怎么打得过他呀？姐，你放心，事后有我在，我一定不会让他欺负你。姐，你是饿了？好几天没吃饭了。我去给你做饭。哎呦，有肉啊！我好几天没吃肉了。我跪着呢，别生气了。快吃吧，姐。小天啊，你这米面肉是哪儿来的呀？以你家的条件，好像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。姐，你之前接济过我们家，滴水之恩应涌泉相报。再说啊，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仅吃得起米面油，而且我还有钱了。姐，这给你。500两银票。对啊，这些都给你。500两银票相当于寻常人家几辈子的收入了。你这钱哪儿来的？不会是去抢钱庄了吧？小天，我可告诉你，咱人穷志不能穷，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情。这500两银票啊，是我上山采地精
卖给了药铺，所以这500两银票来历很正规。500两银票，这一天是有钱了。这要是全给我，我以后基本上可以天天吃香喝辣了。这钱我不能收，虽然这个钱来历正规，但是这是你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。老婆，这小天的一片心意，不拿不就可惜了吗？还不快赶紧收下，咱们一块儿感谢小天。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小天，我怎么说也是你姐夫，你打我已经打得够狠了，而且我都知道错了，你就别打我了呗。我发誓，以后一定会对你表姐好。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！你变脸变得可真快啊！之前不是还要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吗？那不都是在气头上，别生气嘛。你是看到小天拿出了500两银票才说的这种话吧？小天，说实在的，你之前替你表姐打我，我很不服，但现在我服了。你打得好，你把我打服了，我保证以后和你表姐恩恩爱爱。姐夫，你的态度转变，完全是因为我拿出的银票。不过，如果这500两银票能让你们恩恩爱爱的过日子，那也可以。姐，你要是原谅我表姐夫，就把这500两银票拿着。如果不愿意，我就废了他，就拿点钱还你自由身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这银票……什么这的那的，你别扭扭捏捏的了。小天这是想帮我们家起飞，快装起来了。好吧，谢谢你啊，小天。虽然表姐纠结，但是看得出来，表姐还是愿意和他过日子的。所以说，这500两银票花的值，而且这份人情也算是还了。你记住，有了钱也要对我表姐好，不然我随时过来揍你。我发誓，我保证。快吃饭吧。行了行了，不用送了，你们呀把日子过好就行，我先走了。慢走啊。怎么这么冷啊？冷？小蛇蛇，这天虽然快黑了，但也没下雪啊。再说了，你应该不惧怕冷。不对，这不是一般的冷，冷气之中还带着一股灵气般的香味。天哥，这村子的后山有宝物，快去寻找。什么？这村子后山有宝物？好，我这就去。小蛇蛇，你确定宝物的具体的方位了吗？我感觉到冷了，还有一股香味儿，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宝物。就在这地下，我钻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小蛇蛇，那是灵芝啊！不对啊，怎么结成冰了？这是千年冰灵芝，绝对的好东西。天哥，快弄上去，能卖好价钱。千年的灵芝，好，等卖个好价钱，我给你买几只鸡吃。哎呀，不吃了，我还要继续休息，消化之前进化成蛟的能量，进你体内睡觉去喽。好，就安心睡吧。隔空取物，出来吧，灵芝。哇，好冰啊！赶紧包起来。唉，掌柜的，这要闭店啊！叶小兄弟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是？哎呀，你身上有一股浓烈的药香味儿，而且还带一股冰冷的寒意，看来兄弟收了个好货色。掌柜的，
鼻子就是灵敏。我这次来是有带好东西，想让你开开眼。来，快里面请。来。这是，我的天哪，灵芝！哎呦，这还是冰灵芝啊！以我这做这么多年药材的经验来看，这是千年冰灵芝啊！而且这东西一直生活在地下。掌柜的好眼力，这个正是千年冰灵芝。叶天兄弟，我现在开始怀疑你的身份了。你之前能弄到百年地经，现在又弄到千年冰灵芝，我想知道你究竟是做什么的。你可以理解为我是挖宝人。哈，原来这一行还有人在干呢。掌柜的，既然你认出来这个东西，那不如我们聊下价格吧。这东西啊，我给不了你价，我也收不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咱们这里不是什么东西都收吗？而且这可是救命的东西啊！哎呀，兄弟有所不知，不是我不敢收，而是不能收。我最近打听到消息，说皇上的太平公主在我们县游玩，出了点事情，现在急需这东西救命，满天下人都在找她。我要是收了她，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？那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东西卖不出去？哎呀，那倒不是，我可以带你去见太平公主。哦，您是说把千年冰灵芝卖给太平公主？只要救了太平公主的命，你想卖多少钱就有多少钱。好，那我现在去找公主。哎，兄弟，你急什么呢？你知道太平公主在哪儿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去见太平公主？怎么把这冰灵芝卖给她？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怎么办？我可以带你去，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休息。不过事成之后，不管你的冰灵芝卖多少钱，我都要抽取30%的费用。果然做生意的都是那么的精明。之前珍宝阁女掌柜说，要绑着拍卖的那个玉佩，也要拿30%费用。好，掌柜的，成交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你见太平公主。老刘，这么晚了，你要见县太爷干什么呀？我可跟你说，县太爷没时间见你，他正在为寻找千年冰灵芝而发愁呢。巧了，师爷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带着千年灵芝而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带来了千年冰灵芝？是的，师爷，就是我身边这位叶天兄弟。听闻公主殿下需要冰灵芝，所以我就带来了。好，好，请随我来，这可是救命的。哎呀，你可是咱们县最好的郎中，堪称神医都不为过呀！快帮公主殿下看看，能不能医得好。唉，县令大人，我目前只能用针灸来保持公主微弱的呼吸。若是再找不到千年冰灵芝的话，哎呦，你这个废物！那千年冰灵芝是说找就能找到的？医不好公主殿下，我的乌纱帽不保，你的脑袋也得落地呀！县令大人呐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呀。哎呦，尽力有啥用啊？我要的是医好公主殿下呀！哎呦，县令大人呐，哎呦，哎呀，
大人，有救了！公主有救了！千年冰灵芝找到了！大人，有救了！公主有救了！千年冰灵芝找到了！你说什么？找到千年冰灵芝了？是的，大人，找到了。既然找到千年冰灵芝，还不赶紧拿出来，愣着做甚？拿出来呀！愣着干什么？县令大人，这就是千年冰灵芝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东西咋这么冰？你别跪那儿了，看看这是不是冰灵芝？哎呀，回县令大人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千年冰灵芝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假的？这冰灵芝要是假的，我砍你脑袋！县令大人，我敢拍胸脯保证，这个千年冰灵芝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这郎中什么意思？小蛇蛇带我找的东西绝对是真货，不可能是假货。县令大人，您听我把话说完。因为我没有见过千年冰灵芝啊，所以我不敢断定这是千年冰灵芝啊。哎呀，你这话太绕口了，这是你说的，只有这千年冰灵芝能救公主殿下，现在你又不知道这是不是千年冰灵芝，你……县令大人，我也是在古籍中查阅中得到，千年冰灵芝可以解百毒治百病，公主这种病必须由千年冰灵芝来救啊。但是我不知道千年冰灵芝长啥样，所以我断定不了它是千年冰灵芝啊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那不确定是不是千年冰灵芝，那也不敢给公主殿下服下呀。县令大人，我敢拿我脑袋保证，这千年冰灵芝绝对是真的。县令大人，草民也敢以自己的脑袋做担保，这个千年冰灵芝绝对可以救公主殿下的命。大人，灵药铺掌柜做担保，应该不会出错的。就算出了什么错，到时候也可以怪罪到他们头上，与我们无关。好，本官就信你们一回。如果这千年冰灵芝是假的，我砍你们脑袋！把这个拿去熬汤，给公主殿下服下。是。什么情况？公主殿下怎么吐血了？你这冰灵芝有问题啊！公主殿下之前只是昏迷，从未吐血，是你害死了公主殿下！给我来人！冰灵芝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公主殿下怎么会吐血？把这个小子给我拉到菜市场砍了，给公主一命抵命。放开我！张县令，为什么要砍我的救命恩人？天哪！公主殿下竟然突然苏醒了！公主殿下，你没事太好了，知不知道？快把本官给吓死了！这要是在我的地盘上出事了，下官有10个脑袋也扛不住啊！我只知道我的命是他救活的，而你现在却杀我的救命恩人。我虽然躺在床上昏迷，但是我的五感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。是这位小兄弟用千年冰灵芝把我救活了，你为什么却要杀了他？这是误会啊！公主殿下，我以为那冰灵芝没能救活你，所以想让他一命偿命。现在挺好的，大家都放心了。
快给公主殿下检查一下，是不是痊愈了？恭喜公主殿下，您体内的毒素已经全部清除，再无任何疾病，您痊愈了，公主殿下。我的命是他救活的，还不赶紧给我的救命恩人磕头道歉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着急了，请您见谅。没事没事，不用，都是想救公主殿下，我能理解的，我没有生气。多谢您大人大量，原谅我。我的救命恩人宅心仁厚，既然他原谅你了，你就一边站着去。是。我的命是你救活的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美女、金钱还是官职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想不到还能当官，不过当官的话就要受制于人，没有现在自由的舒服啊！啊，回公主殿下，我想要钱。要钱？不想当官吗？以我的权力，可以推荐你去朝中任职。啊，回公主殿下，我这个人喜欢自由。那好吧，我就不勉强你了。你想要多少？50万，太多了。虽然我的命很值钱，但是这相当于朝廷1年的军费啊。哦不，我没打算要这么多。你的意思是本公主的命不值这么多钱？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公主殿下金口玉言，那说多少就是多少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我就算要个5000两就行了，这怎么还要也不是，不要也不是了？50万就50万，本公主给得起。公主殿下真的给50万两？那是自然，本公主说的话泼出去的水。不过本公主本次出宫没有带那么多的钱，所以先赊账。啊，赊账？打白条啊？这怎么是欠着呢？原本以为带着叶天来救活公主，自己能捞不少银钱，这下好了，变成了赊账。这公主也这么抠门的吗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取笔墨纸砚来。你且保管好，等我回宫后会求皇上恩赐你的。看来这银钱是从公主那儿要不回来了，谢谢公主殿下厚爱。不过呢，我能给公主殿下送救命的药物，完全是林药铺掌柜的带我来的，不然我也不知道公主需要这东西，所以也请公主殿下也赏赐她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。小的不敢奢望赏赐。回公主殿下，不给他赏赐也行，只不过之前我已经与林药铺掌柜商量好了，只要千年冰灵芝救活了公主，得到的赏钱他要抽走30%费用，所以我希望公主殿下可以把这30%先给他，这样也能履行我们之前定好的条件。30%费用，那就是15万两银子，心可真黑呀，竟敢狮子大开口。公主殿下，小的只是与叶天开个玩笑，并不是真的想要啊，请明鉴呐。把这人拖出去，砍了。公主殿下饶命啊！我并不是真的想要钱的。叶天兄弟，我们怎么说也做过了几次生意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求你给我说句话呀！我也没想到公主殿下会这么生气。公主殿下，您刚大病初愈，还是不要杀人的好。而且林药铺掌柜也没有什么坏心思，所以出发点都是从商人的角度去考虑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就不砍你头了。哎呀，谢公主殿下！你救了我，我要好好感谢你。去设宴。是，下官这就去安排。天哥，我又惊醒了，忽然嗅到了不一样的宝物气息，这是县衙的地下有宝物。你又睡醒了，还嗅到了宝物的气味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寻宝。
那什么，公主殿下，吃饭就不必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改日再说。做得告退了。改日？要改日到什么时候啊？公主殿下设宴款待，哎，这小子目无礼数，竟然跑了，太过分了！你懂什么？这样的男人太少见了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否本公主的意思了。小蛇蛇，快出来寻宝了，我已经到了县衙的后面。天哥，我钻地看看是什么东西。是一把剑。是的，天哥，一把很古老的剑，从做工上来看，不是普通的大宝剑。这是大武王朝古皇帝的佩剑，距今也有1000年的历史了。没想到居然在这底下。小蛇蛇，你回我身体里来，我要把它取出来。隔空取物。大武王朝皇帝的佩剑，要是面世，肯定引起轩然大波，到时候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找珍宝阁女掌柜去。掌柜的，掌柜的。奇怪，这掌柜的去哪儿了？铺子里一个人也没有，还开着门。就不怕贼惦记啊？这屋子里有声音，难道有贼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你还看？快给我出去！哦，你怎么不关门啊？把门关上！哦，门关上了，掌柜的。我是让你出去，然后把门关上。哦。这珍宝阁女掌柜大半夜的换衣服，怎么不关门啊？我换好衣服了，可以进来了。你小子都把人家看光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掌柜的，这不怪我，是我发现你的铺子没关门，于是我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发现这铺子里没人，但是我听到这屋子里有响声，我以为进贼了，所以我就进来了。没想到你在换衣服了。我是问你，你把人家都看光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掌柜的，我发誓，我当时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你当时背对着我，所以我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你这小子还挺会狡辩啊！你再解释，我可就报官了。哎，别报官啊！我这就闭嘴。掌柜的，我其实是来……没让你张嘴说话，你就不要说话。说吧，看光我换衣服这件事情，你要怎么给我个说法？说吧，看光我换衣服这件事情，你要怎么给我个说法？掌柜的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我发誓，我刚才只是看到你脱了一个外衣，别的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我今天来是有个东西给你开开眼的。喏，不信你看。这是
武皇剑，大武王朝皇帝的佩剑。掌柜的，好眼力，一看就知道了。我可是做古董生意的，只要是宝物，我就能看出来。那掌柜的，这东西你收吗？收？我想收，但以我的财力，我收不起啊。这样吧，你让我委托给拍卖场，等几日后，与那个九凤盘龙佩一起拍卖，如何？也行，那这把剑就放在这里了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事情先跟你说。这怎么就嘴对嘴的挨上了呀？掌柜的，这次应该算是你故意占我便宜的吧？我才没有呢！我是一不小心左脚绊到右脚，才把你压在身下而已。那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去呢？啊？哦。那个叶天啊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啊，没事没事，能理解。对了，你刚才是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？对的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我发现你这2次带来的古董都很让人惊喜，所以呢，我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你不会是摸金校尉吧？啊，掌柜的。真会脑补，我不是盗墓的，我是挖宝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对了，掌柜的，正好我也向你打听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掌柜的，您见多识广，您知不知道虚空兰这个东西？虚空兰？我好像还真的听过。找到了，这书上说，虚空兰是一种草本植物，吸收地阴之气，对人类和动物都具有神奇治病的效果，而且还有净化的效果。净化？人类和动物怎么净化呀？这个介绍有点假呀。掌柜的，这只是介绍，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呢？这书上说了。此物只生长在墓中。墓中？对，而且这书上还有一段介绍，说前朝的开朝皇帝曾经就获得过一株虚空兰，之后猜测随着前朝皇帝一起埋入了地下，但无人知道这个前朝的开朝皇帝的墓在哪里。怎么，你需要这虚空兰啊？啊，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那我先走了。虚空兰只能在墓里，这哪儿找墓去啊？我去，我怎么走着走着突然掉地洞里来了？等等，这不是地洞，这是别人打的木洞。我居然掉进木洞里来了！看这墓室的结构，跟奢华的程度，应该是个皇室的大墓。哦，我去！我随随便便掉进一个洞，居然是大武王朝开国皇帝的墓。那岂不是说，让小蛇蛇进化成龙的虚空兰就在这墓中？我们也太好了吧！看来，想打开这墓，需要钥匙才行。这是摸金校尉符，那这几个白骨应该是摸金的。那既然这么说，我掉下来的墓
是他们打的。不过这几个人死之前，居然没有进入木门。唉，谁都没找到木门的钥匙。唉，算了，既然遇到你们，就把你们葬了吧，也算是入土为安吧。啊，这是……哼，这钥匙应该就是打开这墓中之门的钥匙。不过，你们居然得到这开门的钥匙，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呢？这钥匙居然沾满了剧毒，怪不得你们会变成一堆白骨，进不去木门。原来这钥匙上就是有剧毒啊！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什么情况？这毒素怎么一下就没了？啊！我知道了，之前服用过蜈蚣内丹，有百毒不侵的作用，所以这毒素根本无法伤我分毫。哇，金子做的棺材，这大武王朝的皇帝墓穴就是不一样哇，手感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金子做的。不管了，还是用牙咬一下。是软的，还真是金子做的。这么大一个，这要是弄回去，可真发达了。不过，还是先打开木柜看一下，里面到底有没有虚空蓝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有这么多黑气啊？怎么又没有了？难道是我的错觉？估计是关中主人害怕有人偷走墓，故意设置的障碍吧。我去，这什么？尸鳖吗？想必这就是大武王朝的皇帝吧。皮肤这么好，都死了这么久了，唉，看起来跟睡着了似的。还很有弹性，想必这个就是虚空蓝了吧？小蛇蛇，你在我体内睡醒了吗？我帮你找到需要进化的虚空蓝了。看来还在沉睡啊，那我先帮你弄虚空蓝了。什么情况？你怎么活了？你没死透吗？竟敢偷盗朕的宝物，简直罪不可赦，株连九族！你大武王朝都覆灭了，你还自称朕呢？什么？覆灭？这不可能！那是朕亲手打下的江山，怎么会覆灭？告诉朕是谁覆灭了朕的王朝，朕不杀你，赐你为护国大将军。好，那你把你手中的虚空蓝给我，就告诉你。这只是不腐草，不是虚空蓝。虚空蓝在朕的体内，
你若想要，就为朕效力，便可赐予你。什么？你把虚空兰吃了？不是吃了，是用朕的身体当作器皿养着它，不然朕也不可能从这悠悠岁月中醒来。现在，朕已经把你想知道的告诉你了，那么也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朕吧。好，我现在出生于大兴王朝，你们朝最后一个皇帝太昏庸，宠幸官宦，沉迷女色，所以就被我朝皇帝给灭掉了。好了，我就知道这么多，现在你可以把虚空兰给我了，我们互不相干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么你带朕去找你当朝的皇帝，朕要杀了他，夺回自己的江山。不好意思，谁想当皇帝和我没有关系，我不喜欢打打杀杀，我只干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既然这样，你不愿意帮助朕，那朕就没必要留着你。妈的，还想打我？我可是力大无穷。你居然这么厉害，一拳打得朕骨架疏松，看来你是天生神力呀！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人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虚空兰给不给我？不给，除非你杀了我，但你杀不了我，因为朕的体内培育着虚空兰能进化，让你看看朕的进化形态——尸魁王。啊！我靠，这就是虚空兰进化后的效果，瞬间变成了一个巨人。惊喜吗？现在我一爪子就能把你撕成了粉碎。这么强！卑微的蝼蚁，吐血了吧？吐血，我也照样弄死你！哎呀，我操！你都吐血了，嘴巴还这么硬！没想到你这个蝼蚁还有能力与朕再战，不如臣服朕，朕推翻你的王朝，让你做皇帝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不喜欢做皇帝，更不喜欢当走狗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去死吧！现在你没力气与朕肉搏了吧？送你魂归万里吧！踩死你！这东西将周围的空气压成了固体，让我动弹不得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体内的小蛇蛇还在睡。睡了一觉好爽啊！哎，天哥，我怎么好像闻到虚空兰的气味了？你可算醒了！虚空兰就在我面前这个巨人的身体里，再不醒来，我就会被踩死了。什么？敢伤我大哥，我弄死你！什么情况？你都快要死的人了，怎么身体里爆发出这么强的能量出来？你既然想知道，那我就让你看看。小蛇蛇，出来吧！这是什么东西？香蕉，有香龙。虚空兰，喊得我都快要流口水了。会跑，会飞，快喂我吃！小蛇蛇，接住！龙鳞，你身上居然长出了龙鳞！不对啊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只长出了一半的龙鳞？因为还缺少最后一株天才地宝啊，能长出一半的龙鳞，就很心满意足了。天哥，我需要休息，消化一下虚空兰的效力。没问题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也该离开这里了。哎呀，转眼间5天过去了，我身体这条小蛇蛇还要沉睡多久啊？现在唤都唤不醒。儿子，快别睡了，快相亲去。啥？相亲？对呀，前2天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媒婆都来咱家说媒了，现在联系好了，今天你要相18个女人。快给我起来！
啥？18个？我现在不想去啊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人生头等大事就是娶妻生子，你快给我起来！哎呀妈，我自己事情我自己做主，你就别为我操心了，行吗？不行，地点都定好了，在村头的媒婆家。这会儿啊，估计姑娘们都在那儿等你呢。哎呦，请问这里是叶天家吗？这么漂亮的姑娘居然来找我儿子，怪不得这小子不愿意去相亲，原来有了意中人呐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我是叶天的娘，你和我儿子啥关系啊？怎么要找他呀？那个婶，我来找叶天有点事。啥事儿啊？哦，知道了，原来你们私底下定终身了。啊，这看你呀，扭扭捏捏的，一定是这臭小子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这……哎，菲利武士，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你还看？快给我出去！哦，你怎么不关门啊？把门关上！叶天他的确有做对不起我的事。啊！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你这臭小子，你不去相亲是有原因的。啊！你有意中人，为啥不跟娘说呀？娘呀，也不是那老顽固，我这就去找媒婆说媒，你们俩在这等着哈。哎，不是，掌柜的，玩的大了啊！我什么时候对不起你？你忘记了，你那天还偷看人家换衣服。哎，那是个误会，我不是找你解释清楚了，你怎么还这样？哎，算了，今天来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忘记了，你委托给我拍卖的那个九凤盘龙玉佩和那个大宝剑，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今日就会在天才地宝拍卖行进行拍卖的，所以我来邀请你过去啊。好，没问题，快去吧。嗯。哇！好多人啊！那可不，拍卖行得知是要拍卖九凤盘龙佩，通知了整个县城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，而且还有京城慕名而来的贵人呢。我有预感，这个九凤盘龙佩一定能拍出高价来。对了，我再跟你说一声，拍卖行要抽走成交价的2成费用。抽走2成？那你再抽3成，加起来就是5成了呀。对的，这毕竟是规矩嘛。好吧。公子爷，那珍宝阁女掌柜怎么和一个男的有说有笑的？整个县城谁不知道你喜欢珍宝阁女掌柜啊？本公子看到了，在这1亩3分地上，竟然有人敢和我喜欢的女人坐在一起，这小子这么不怕死？哼，走，去会会那小子是个什么东西。哟，这不是本公子垂涎3尺的珍宝阁女掌柜吗？怎么背着本公子在这偷男人啊？是首富家的公子爷呀，看来是要找麻烦啊。敢跟珍宝阁女掌柜坐在一起的男人，被首富家的公子爷看到，估计要掉层皮了。冷公子，虽然你是县城首富的公子爷，但是也请注意你自己的言辞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和我没有关系？对，是我垂涎你的美色，只不过
你不答应。不过本公子已经放下豪言壮语，任何敢接近你的男人都要付出代价。哎，这是谁家的狗啊？好嚣张啊！出门也不拴好狗绳，就放出来咬人了。你小子骂谁是狗？哎，别对号入座呀！我还没说是你呢。怎么，刚刚是你在乱叫？这小子说话这么嚣张，哼，看来得给你点教训才行。这小子说话这么狂，给我撕烂他的嘴！是，公子爷。就你这样的菜鸡，我俩一拳能放倒一大片。公子爷，这小子是个练家子，比我们想象中要厉害啊！真废物，2打1还打不过。平时带你们逛窑子，一个个恨不得把劲儿全使完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这人霸气啊！首富公子爷都敢张嘴啊！你敢打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？不就是首富公子爷吗？有什么可炫耀的？这小子什么人啊？莫非其身份要比首富公子还要厉害？不然他也不敢当众掌嘴人家。你敢连续张嘴我？你信不信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是替你爹教训你。别打！别打了！打人是最粗鲁的解决问题方式，我们换个问题解决方式。换个问题解决方式？比拼财力啊！拼财力，有意思。怎么拼？你和他不是来参加拍卖的吗？咱们就比拼财力啊！有点意思。说吧，怎么比？咱们就比谁能拍下今天的拍品，来展示自己的财力。如果我拍下拍品，那么你就当众弯腰道歉，跟我说对不起。如果我输了的话，我让你阉了我，怎么样？这首富公子爷有点意思啊。今天拍卖的拍品虽然是由珍宝阁女掌柜委托拍卖的，但都是我的东西，我拍下来没什么用。不过我可以借机抬高价格，大不了输了之后给这家伙说声对不起就行了。行，你这个挑战我答应了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会让你知道，本公子的财力富可敌国。你打人的样子真帅。是他现在太嚣张了，不过他嚣张归嚣张，他好像有点喜欢你。喜欢我有什么用？我又不喜欢他，我看到他就反胃了。好，这样。各位都静一静。高拍卖师，你可算出来了，刚才可是错过一场好戏啊！什么好戏？是富家公子和……都他妈的给本公子闭嘴！富家公子也不让说。高拍卖师，进入主题吧。你已经把拍品的噱头造足了，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拍品啊！要是不满意啊，你这天才地宝的招牌可就砸喽！哈哈哈哈！老夫知道，今天的拍品大家都是慕名而来的。哼，本拍卖场也不会故弄玄虚了。来，上拍品吧。这就是今天的拍品，9凤盘龙玉佩和5黄剑。相关资料我就不过多介绍了，懂的都懂。天哪，竟然是9凤盘龙玉佩和5黄剑，这2样可是绝世的好东西啊！是啊，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吧？据说都消失不见了，怎么可能出现在天才地宝拍卖会上？应该是假的吧？哈哈哈哈！
诸位的议论，老夫听到了。我天才地宝拍卖行的名声是公认的1等1。为了打消你们的疑虑，尽管可以上来看看，看看是不是赝品。看看。哦，是真的。既然是真的，那我们就开始拍卖了。没问题，起拍价多少？这次拍卖的方式是2件一起拍的规格，起拍价1000两，加价无上限。我出1500两。1500两就想买2件绝世古董，想什么呢？我出2000两。我出5000两。我出7000两。我出1万两。11000两。诸位，你们都知道我刚才和这小子打的有赌，谁能拿下这次的拍品，谁就是赢家，所以还希望诸位不要跟我竞争着拍了。首富公子爷，你打你的赌，我们竞拍我们的，互不相干啊！我操，你是存心和我过不去是吧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谁要是敢参与竞拍，那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忘了跟你们说了，你们手上的资源都是依靠的我们家族，孰轻孰重，你们自己掂量着点啊！算了算了，既然首富公子爷说出这样的话，我给你个面子，这2件东西我不拍了。那我们也不拍了。他不过是个首富公子爷，只不过说一句话而已，你们就不敢竞拍了？少年，我们还靠他家吃饭呢，所以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，我们当看客。看到了吗？出来混，看的不仅仅是财力，还有身份和地位，这就是地位。现在他们都不拍了，接下来就是你和我们2个人之间的战斗。不管你出价多少钱，我永远只跪你1口价。好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那是自然，本公子不差钱。那好，我出价100万两银子。啊？什么？多少？100万两啊！怎么，你不是要跟价吗？快跟啊！如果我不竞拍，那这2件拍品就都是你的。你如果没有那么多家产，到时候会被拍卖行五马分尸的。小兄弟，你可不要随便乱叫价，首富公子爷说的可是真的呀。我就叫价100万两。如果首富公子爷不竞拍，那么台上2个物品可就是我的了。到时候咱俩的赌约，你可就输了。你怎么叫这么高的价格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是叫价太高了，万一对方不跟，那这2个古董不仅仅咱自己手里，咱们还拿不出那100万两银子，到时候真的会被拍卖场五马分尸的。哎呀，没事的，我敢保证，这个首富公子爷会接着叫价的。你这是故意哄抬价格！我要求拍卖场立刻检查他的家产，确定他有没有100万。公子爷，咱们拍卖场没有提前检查别人家产的规矩的，到时候他出价100万，那你不跟，被他拍走，他没钱付款的话，我们会五马分尸当做交代的。所以不用那么着急，现在你是跟还是不跟吧？我他妈的当然跟了，我叫价110万两银子，你继续叫价呀，叫呀！你看，鱼儿上钩了，我就说他肯定会接着叫价，因为他要面子，输不起。叶天，没发现你还挺会算人心的，那万一他不跟呢？你有100万两银子支付吗？我付不起，我可以跑啊，我不要面子。看你那得意的样子，咋赶紧不叫价？100万两不少了。不行，至少还得再加价。
190万两银子。你还叫啊？怎么，我叫价不行吗？你不是说过永远只归我一口价吗？所以你叫价呀！你再不叫价的话，可要自己打自己的脸了。叶天，你就算叫价，也不能叫这么多呀。那公子爷他肯定不会跟的呀。以我对他们家族的家产了解，撑死也就200万两银子了。唉，不跟的话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毕竟价格已经叫出去了。你有种！公子爷，咱们不能再叫价了，对方明显是掐准咱们会跟呀。我不跟能行吗？不能在我垂涎的女人面前丢了面子。可是现在叫到了190万两银子，这相当于我们能交出的所有财产了。给我闭嘴！本公子叫价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2个指手画脚了？知不知道现在争的是一口气？我叫200万两银子，都竞拍到200万两银子了。不愧是首富家的公子爷，果然有钱。你可真有钱啊，居然竞拍到200万两银子。怎么，你有种呢？你继续叫价呀！本公子说了，只归你一口价。你牛，我不继续叫价了，因为200万两银子太多了，所以啊，我就不叫了。台上这2个物品现在归你了，公子哥。看到了吗？比拼财力，他终究是比不过我。按照拍卖规矩，首富公子爷竞拍价200万两。现在询问所有人，还有需要继续竞价的吗？没有。那好，让我们恭喜首富公子爷200万两银子拍得9凤盘龙玉佩和5黄剑，掌声祝贺！200万两银子，老爷知道会打死你的，这可是我们整个家产啊！会不会闭嘴？这可是古董，京城里很多达官贵人都喜欢，找个京城拍卖行拍卖，说不定这200万两银子就回来了。公子爷高明啊！去。根据咱俩的赌约，你可认输？我认输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向你鞠躬。对不起。这种感觉可真爽！看到了吗？你找的这个小男人也不行啊，还是输给了我。记住，整个县城只有我配得上你，懂吗？哼，送你俩字儿，呵呵。你呵呵什么？没看到是我赌赢了吗？那个啥，首富公子爷，听我说2句。你想说什么？快放！不知道公子爷想不想知道，你所拍下的9凤盘龙玉佩和5黄剑是何人所托给我们拍卖会的吗？什么人委托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现在这2件拍品我已经买下来了，就属于我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就在你面前。我面前？什么意思啊？不会是你吧？恭喜你猜对了。原来是你委托给拍卖场拍卖的，那我就，毕竟你是做古董生意的，委托2件拍品也很正常。是的，很正常。那么，我再告诉你一下，你拍下的2件古董，是叶天给我的。别闹，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啊！骗你是小狗？这2件东西真是你的？对啊，一共200多万呢，惊不惊喜？
我他妈的打死你啊！哎，公子爷消消气吧，我们俩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先忍忍吧，以后再打他。退钱！这两个东西本公子不要了。公子爷，你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吧？按照我们拍卖场的规矩，拍出的东西只要是真货，绝不退货退款。但是你们拍卖场还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拍品的委托人不能参与竞拍，否则竞拍无效。而他和珍宝阁女掌柜明显是认识，合着给我下套，不然我也不会花这200万竞拍。所以这次拍卖无效。公子爷，你说的不错，规矩是这么个规矩，但是全程和你参与竞拍的只有叶天兄弟这一个人，而非珍宝阁的女掌柜，她全程都没有参与竞拍叫价，所以不算违反了规矩。你这是狡辩啊！虽然委托人是他而不是他，但是他们两个认识，明显这是给我下套。不行，本次拍卖不能算。哈哈，难道公子爷你这样说，我也和你认识，全场所有人也都和你认识，而他们也参与过竞拍，是不是都给你下套了？他们都合伙起来坑你钱呐？我不管，这2件东西本公子不要了，退钱。公子爷，你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吧？我再强调一遍，本店售出的东西不是假的，一经售出，概不退换。不退是吗？你信不信我找人砸了你这场子？我们天才地宝拍卖场不惧任何权贵背景。既然你说出这样的话，那有必要把你请出去。来人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还想动手吗？带下去！按照拍卖场的规矩，我们需要抽成2成成交额的银票。那么成交额200万的银票，按照我们抽成40万两，这是剩余的160万两银票，请您过目。按照之前咱们说好的，我拿成交价的3成，这60万银两就归我了，这100万银两你拿好。幸亏我叫价叫得高，不然这个人提一点，那个人提一点，到我手里就没多少了呀。叶天，你现在也是赚了100万银两了，也算是百万附身了。你要不要请我喝个小酒，吃个小饭，唱个小曲啊？啊！让我请吃饭，一下子抽走了100万两，还有脸开口让我请吃饭？那个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改日吧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上次就说改日，这次还说改日，到底要改日到什么时候？给个确切时间啊！再说吧。哼。哎呀，现在我有100万两银票，等明天天亮了，就去买个大宅院，然后再请上100个丫鬟伺候我和我娘，从此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谁敢绑架我？醒醒！我当半夜是谁绑架我？原来是你。很意外吧？知道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操！你竟然敢跟我装迷糊是吧？坑老子钱，必须把钱给我，不然把你屎打出来！哼，公子哥，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在拍卖场，本公子不弄你，但是在这儿，没人能救得了你。我给你实习时间，把银票给我，咱们俩之间的账一笔勾销。不给的话，这乱葬岗就是你的埋骨之地。好，那我也明确告诉你，钱我是不会给你的。妈的，
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打，活活打死他！反正他现在双手被绑，也没法反抗。看来我也活动活动筋骨，力大无穷。公子爷，这小子太厉害了，打不过呀！哎呀，你一拳就把我这些人竟然全部放倒了！不要以为你带的人多就可以把我踩在脚下，告诉你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强大。你别过来啊！你再过来，我囊死你啊！你居然把匕首夹断了，这有什么好奇奇的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就认怂了？你之前跋扈的气势呢？没了，被你吓没了。那你还抢不抢我的钱了？不抢了，不抢了，饶了我，再给我次机会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那你以后还找不找我麻烦了？不找了，不找了，再给我10个担子，我也不敢了呀！快滚！好。切！我去！这什么东西啊？黏糊糊的。天哥，我好像嗅到了龙渊草的气息。龙渊草在哪儿呢？长什么样啊？就是你手掌上盖着那个布满粘液的草啊！快逮住它！这个龙渊草啊，还会跑！我去，这么大的螳螂！人类啊，那龙渊草好不容易被我从地下逼到地上，你惊动了它，简直该死！不是，怎么还会说话啊？去死吧！螳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咱别动手啊！你惊动了本座的龙渊草，必须死！想伤我大哥，找死！是蛟龙，你这个人身上居然有一条蛟龙，我打不死蛟龙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谁准许你走了，小垃圾！那什么，这都是误会啊，蛟龙大大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哪个人类他惊走了龙渊草，然后味道还行，有一点道行，便宜我了。天哥，去找那个龙渊草，只要能找到，我就能化成龙了。这么大的裂缝啊！没有回声，说明深不见底啊！那也得下去寻找啊！龙渊草肯定是进里面去了。好吧。没想到，原来这地下是岩浆洞啊！那龙渊草跑到这里面，万一掉到岩浆里，岂不是变成渣了？龙渊草什么都不怕，在什么地方都能生存，所以天哥，快点去找吧！啊，要不小蛇蛇，你出来吧，这溶洞实在是太大了。哎呀，如果我一现身，这庞大的身躯加上我蛟龙气息，会吓跑龙渊草的。哦。好吧。
到你了。抓到你了吧？看你这次怎么跑！啊！这玩意怎么还会喷水啊？啊！我去，龙眼草呢？哎呀！这下我看你怎么跑！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刚刚还是1颗龙眼草，怎么变成10个了？龙渊草善于伪装，也会幻化分身，所以天哥要从这10颗龙渊草里找到那个真的。啥？这玩意儿还会分身？这怎么分辨啊？一模一样，而且我也不懂得龙渊草的习性啊。小蛇蛇，你自己分辨一下不就得了吗？天哥，如果我能分辨出来，我这会儿肯定现身，把这个龙渊草吃了进化，还需要在这等吗？那这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有办法了。什么主意？快说说。真的龙眼草之所以会伪装，幻化出10个分身出来，肯定是不想被吃，所以我只要吃到真的，那么真的就会反抗。没反应，那我就继续吃了。我就不信你真的龙眼草不怕被吃。这龙眼草的饱腹感还真是不轻，这一会儿就已经饱了。接下来就剩你们3个了，我该吃谁呢？唉，还会打颤呢，害怕了吧？哟，不打颤了，看来真的龙眼草能听懂我说话，是怕被发现破绽啊。那接下来我就玩点兵点将的游戏了，点到谁吃了谁。点兵点将，点到谁我就吃谁。你被点中了，就吃你了。啊！哼，你是真的终于现形了。既然真的出现了，那么该我上场了。别跑了，你跑不掉的，乖乖让我吞了，完成终极进化吧。啊！哇塞！天哥，我要进化成龙了！进化了，进化了！小蛇蛇，你进化成龙了，我真的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啊！谢谢你，天哥，骑到我身上来，我带你遨游天空。啊？不了，小蛇蛇，你能进化成龙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可是没有你，我也没办法成龙啊。咱们这叫做互相成就。如果当初没有被你咬，与你互通无感，我也不会挣这么多钱。所以啊，这就是互相成就。说得对，天哥。所以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？带你飞升成仙怎么样？成仙？是的，我一条蛇都能化身成龙，那么人类也可以。那好啊，不过我能不能带我娘一起升仙啊？可以，你等我，等我去龙族报道，我会向龙皇讨要人类的修仙之法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那我先走了。唉，真好。那我也回家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娘。好香啊，娘，做什么好吃的了？鸡蛋汤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啊？哎呀，昨天啊，找你的那个姑娘啊，我呀去跟媒婆说的时候，一形容面貌，媒婆就直接说是珍宝阁的女掌柜，是不是啊？是的啊，娘。还真是啊，怪不得那姑娘长得那么水灵呢。不过啊，那是珍宝阁的女掌柜，
咱们家现在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，但是还是娶不起呀。娘，我跟珍宝阁女掌柜不是你想那种关系，他就是前2天委托给他拍卖2个古董。哦，是这样的呀。哎，等等，古董是哪儿来的呀？就咱家这条件也没有古董啊。哦，古董啊，前几天拍卖了，拍了好多钱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100万两！也不可能卖这么多钱啊！娘知道这古董值钱，但是再值钱的古董也卖不了这么多钱呢。你老实交代，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去抢钱庄了呀，还是从什么大户人家偷来的呀？我哪敢抢钱庄啊！这银子绝对是堂堂正正得来的。你还不老实交代？娘，这真的是卖古董得到的。娘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哎呀，你信不信？我要把你去送官！这100万两银票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娘，这钱真的是拍卖古董得来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问珍宝阁女掌柜。如果我说了半句虚言，天打五雷轰。既然你发誓了，那娘就相信你。这饭菜也快凉了，你也赶快吃饭吧。娘出去一趟。娘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趟县里找珍宝阁的女掌柜。你这不有100万两银票吗？我去给你提亲，让她嫁给你。啥？提亲？哎呀，我儿子都有100万两了，让那女掌柜给你当媳妇儿。珍宝阁那个女掌柜呀，她肯定愿意。我呀，到时候就等着抱孙子了。不是，娘。